这个的字是中文里最常用的字，这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100个汉字，它排第一，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它的用法。另外，这2个字和的字的用法差不多，这3个字都是结构助词，但是它们3个有区别。我在学认字的时候，也是把这3个字放在一起，作为重点来区分。今天我们就讲它们3个的用法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它们的读音是这样的：的、地、的。口语里面的读音只有2个，得、的。我想大家看汉语拼音的时候可能会困惑，明明照着拼音来读，但是到了实际生活里听到的又不一样。还有看中国人打字聊天，也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不按照语法，比如这个地、得，我们就不爱好好写对，但是也不影响我们沟通。我想跟你聊的就是这部分，书里的和生活里的区别。下面我们来看这3个字的区别。首先来看这个的，通常它用来连接代词和名词，比如我的笔。的字还有一个用法是放在名词后面，比如这个人是做什么的，比如看门的、卖票的。师傅，你知道卖票的在哪儿吗？卖票的在哪儿？你问问那个看门的，看门的，这儿什么什么的，说的就是这个职业的人，做这个事情的人。地，它后面一定是动词，比如用力的踢，仔细的看，开心的笑笑，认真的学习。比如我们考试的时候，动词的前面一定要写地字，但是在生活里面我们会写成的，发音也是的。这个得字，得字是补语的标记词，就是补充说明的意思。比如跑得快，跳得高，长得美。你看动词就在前面，后面是形容词。跑得快，跳得高，长得美。生活里有人也会打字写成跑得快，没有人会去纠正他写错了字，但是我们在工作的文档里通常就不会写错，平时是说画得真好，听不出来是第2声，因为这个词它是一个结构助词，这个字得字没有动词还有形容词那么重要，所以发音声音就会小一些，听起来就是的这个音。画得真好，画得真好。我希望我讲清楚了，它们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来复习一下，你来回忆应该用哪个字？他的书，路边的野花，送外卖的，伤心的哭泣，飞得高。这些词组都可以读成的这个读音，在生活里面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要考试，后面这2个词就要注意，是地和得。打字沟通，如果你都写成的这个字，也不影响我们沟通。但是如果你想认真写，就要注意，动词前面用地，动词后面用得，其他情况用的。好，刚才讲的是
结构助词的用法。这3个字还有其他的用法，我们一次性把它都弄清楚。的有4个读音，的、的、地、滴。的用来修饰中心词。什么是中心词呢？比如幸福的生活，生活就是中心词。幸福是个形容词，它用来修饰生活，幸福的生活。还有大楼的出口，中心词就是出口，哪儿的出口呢？大楼的出口。这个字也可以放在词的末尾，比如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就是肯定的意思。当它读的的时候，就是的确，的确。地字有一个成语是有的放矢，有的放矢。这个词我们在生活里面不太用。还有的士，的士，打的，这个就是打出租车的意思，这个比较常用。的有2个读音，的、的，作为结构助词的发音，我刚才已经讲过了。的，它后面一定是一个动词。另外这个发音是地，地，地球、土地、地板、地方，基本上都是名词，我们遇到一个记一个就好了。第3个字，这个字其实有3个发音，得、的、得。最常用的是得，比如得到、得体、得意。生活里面会有人说饭做得了，饭做得了，意思就是饭已经做好了，完成了。还有个用法就是得了吧，我才不信你的。得了吧，意思就是够了，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信的。得这个发音在生活里面会这样说，比如女朋友在化妆，她化了2个小时，你就问她，你还得多久呀？你还得多久呀？得就是需要多久，还要多久的时间。还有一个用法，助动词，表示猜的、推测的结果。比如你不带伞，得挨淋，得挨淋。上班得迟到了吧？上班得迟到了吧？还有北方的口音里面会有这种表达，这个沙发真得，真得，意思就是坐着真舒服，真得。你可以试着写一些短语，把你认识的词组合一下。如果有不确定的，欢迎你问我呀。我下次打算和你分享一些我和朋友的聊天记录，会讲到不是这个词在口语里面的用法。好，拜拜。